在宇宙的某个遥远角落，可能有一个你一模一样刷到我的视频，而这个场景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也将再发生无数次。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桥段，或者是某个神秘主义者口中的玄学。这个场景不仅可能在宇宙中真实发生，而且数学上几乎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要聊的话题：庞加莱回归。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在熟悉的街道上，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曾经发生过。眼前的人、车、树叶，甚至空气中弥漫的味道，都让你产生一种强烈的既视感。心理学家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做既视感。据统计，大约70%的人至少经历过一次这种感觉。今天，我要带你认识一个在19世纪就被数学证明的定理。它告诉我们，时间的本质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而我们相信，轮回的冲动或许不是来自神秘的灵魂，而是来自宇宙深处某种冷酷而优美的规律。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庞加莱回归，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人，亨利·庞加莱。这位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被公认为19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甚至和爱因斯坦有过交集，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20多岁。庞加莱在数学、物理、天文学等多个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提出的猜想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数学家们。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他在热力学方面的一个发现。故事要从19世纪中期说起。那时候，物理学家们正在研究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热量会自发地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为什么咖啡会慢慢变凉？为什么冰块会融化？为什么我们永远看不到一杯冷水自己结出冰块？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它的答案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理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物理学家们发展出了一套理论，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简单来说，这条定律告诉我们，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熵也就是混乱度永远会增加。熵增加的方向就是时间流逝的方向。什么是熵？想象一下你的房间，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它会自然而然地变得越来越乱。衣服堆在椅子上，书散落在桌上，灰尘慢慢积累。很少有人见过一个房间自己变得越来越整洁，除非有人刻意去收拾它。这就是熵增原理在日常中的体现。在热力学中，熵被更精确地定义为系统微观状态数目的对数。但对于我们来说，理解它的关键在于，这个概念告诉我们，宇宙从有序走向无序是自然的、必然的、不可逆的。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熵总是增加的，那就意味着时间有方向。咖啡会变凉，但不会自动变热；玻璃杯会碎成碎片，但碎片不会自己组装回去。死亡是终点，衰老不可逆转。这就是物理学中著名的热力学时间之箭。但19世纪的物理学家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熵增定律的底层机制是什么？组成物质的分子和原子，它们的运动是否也遵循某种确定的规律？答案是的。在微观层面，牛顿运动定律告诉我们，
如果知道一个封闭系统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们在任何时刻的状态，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物理方程是时间对称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把时间倒转，所有物理定律依然成立。分子可以自发地聚集，冰块可以自动结成，破碎的玻璃可以重新组装。这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完全矛盾。为什么？答案在统计力学里。在宏观世界，冰块自发结成，玻璃杯碎片自动组装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概率低到可以认为永远不可能。这是因为这类事件需要所有分子在某一刻恰好同时运动到特定的位置和速度。概率小得惊人，但概率小不代表概率为零。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惊人的领域了。庞加莱在研究三体问题时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数学性质，他证明了在一个有限封闭的系统中，任何粒子经过足够长的时间都会回到初始状态附近。这听起来也许不太惊人，但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它的含义。想象一个盒子，里面有几十个气体分子。按照牛顿运动定律，如果我们知道所有分子的位置和速度，理论上我们可以计算出它们未来的每一个状态。庞加莱证明了，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极其漫长，但必然会出现一个时刻，系统的所有粒子都会回到几乎完全相同的状态。就像你把一副扑克牌洗了无数次之后，理论上有可能恰好出现一次完全按花色和数字排列的顺序。这个定理后来被称为庞加莱回归定理。它意味着在足够长的时间尺度上，任何有限的物理系统都会经历它的初始状态的回归。这不仅适用于气体分子，也适用于所有物质，包括你我的身体。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时间有多长。设想一个装有少量气体的盒子，分子在盒子里不断碰撞、运动、改变方向。根据庞加莱的计算，盒子里的分子回到初始状态的时间，可能比宇宙的年龄还要长得多。但关键是，它不是无限的，它是一个有限的，虽然极其庞大，但可以计算的数字。而我们的宇宙本身也是一个有限的封闭系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宇宙，每一颗恒星、每一个星系、每一个原子，它们的位置和速度状态将会重复出现，不止一次，而是无限次。而在这个重复之中，包括了你的身体、你的大脑，你此刻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每一个神经元的状态。这意味着，理论上存在一个时间点，可能是1万亿年之后，你将以完全相同的状态再次醒来，再次阅读这些文字，再次感受此刻的感受。这不是一次，而是会无限次的重复。这就是庞加莱回归告诉我们的事情。它不是轮回的宗教版本，而是一个冷酷的数学推论。但这还不是最让人震惊的部分。让我们继续深入。如果庞加莱回归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自我概念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什么是我？是什么让我成为我，而不是别人？哲学家们争论了几千年，有人说是记忆，有人说是性格，有人说是意识本身。但庞加莱回归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视角。当你的身体和大脑状态在未来某刻完全相同的重现时，
你将再次拥有完全相同的记忆、相同的性格、相同的意识。从物理学的角度看，你和万亿年后的那个你没有本质区别。这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状态会无限次重现，那么死亡意味着什么？死亡的确定性是否被动摇了？当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如果时间足够长，所有状态都会重现，那么生命轮回就不再是一个需要信仰来支撑的概念，而是一个数学上的必然。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对轮回有某种直觉上的认同。也许不是某个神秘的灵魂在引导我们，而是宇宙的时间结构本身就包含着这种循环的本质。也许我们相信轮回的冲动不是来自某个彼岸的召唤，而是来自对宇宙规律的一种本能感知。现在，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轮回？心理学家发现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个因素是模式寻找的本能。人类的大脑天生擅长寻找模式，即使这些模式并不存在。在黑暗中看到一张脸，在云层中看到一个天使，在随机的事件中找到因果关系，这是进化的产物，帮助我们的祖先快速识别危险和机会。但这种本能也会让我们在不存在轮回的地方看到轮回的影子。第二个因素是叙事需求。人类是讲故事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个关于自己存在的故事，有开始，有过程，有结局。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如果没有来世，那么很多痛苦就变得难以承受。一切都会结束的恐惧是人类最深的焦虑之一，而轮回提供了一个安慰：一切都不会真正结束，你还会再来。第三个因素是确认偏误。如果你已经相信轮回存在，你的大脑会不自觉地寻找支持这个信念的证据。某个模糊的梦境，某次似曾相识的感觉，某个巧合，都会被解读为轮回的证据，而那些反驳的证据则被忽视或重新解释。第四个因素是情感依恋。失去亲人的痛苦让我们渴望他们还在某处存在。相信轮回的人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不是永别，只是下次再见。这种情感上的需要往往比逻辑上的证据更重要。但有趣的是，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比如，有儿童声称记得前世的细节，包括具体的名字、地点，甚至死亡方式。有些研究者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记录了这些陈述，其中一些显示出了惊人的准确性。这让科学家们感到困惑，这些儿童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一种解释是记忆传承，但这在科学上几乎不可能。记忆不是以某种方式存储在基因或灵魂中的。另一种解释是集体无意识荣格提出的概念，认为人类共享某些超越个体经验的记忆原型，但这仍然是一个模糊的、难以验证的理论。而庞加莱回归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许这些儿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记得不是前世，而是这个宇宙之前某个状态中类似的情境。当你的大脑状态和某个遥远过去的大脑状态足够相似时，前世记忆
也许就不再是隐喻，而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推论，我们不应该走得太远，但这个视角至少让我们看到，轮回的观念不是完全非理性的，它可能根植于某些深刻的物理现实。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时间本身。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中，时间是一个绝对的背景，宇宙是一个巨大的钟表，滴答滴答地走着。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确定的。这种时间观一直到20世纪初都是科学的主流，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在爱因斯坦看来，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和空间交织在一起，形成时空的结构。时间的流逝取决于你的运动状态和引力场的强度。高速运动的物体时间会变慢，强引力场中的时间也会变慢。这不是理论，而是被实验多次证实的现实。在相对论中，现在失去了它的绝对意义。每个观察者都有自己的时间坐标，取决于他们的运动状态。这意味着，所谓的过去和未来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取决于你站在哪个参照系中。这个发现对轮回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时间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过去到未来的单向箭头，而是一个更复杂的结构。在相对论的四维时空中，过去、现在、未来都以某种方式存在着。这不是隐喻，在数学上，过去和未来就像不同的空间方向一样真实。如果时间可以像空间一样被穿越，那么轮回也许就不需要超自然的力量，而是内在于时空的结构本身中。这把我们带向了物理学中最神秘的问题之一——量子力学。在量子力学的世界中，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直到被观测的那一刻。这种不确定性让爱因斯坦都感到不安。他曾经说过，上帝不掷骰子，但无数的实验证明，量子力学是对的。微观世界确实充满了概率和不确定性，而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波函数。描述粒子状态的波函数在观测之前是叠加的粒子同时处于多个状态，但当我们观测时，波函数坍缩，粒子随机地选择一个确定的状态。但这个坍缩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物理学家们争论了几十年。一种解释是多世界诠释，每当观测发生，宇宙就分裂成多个分支，每个可能的结果都实现了。在一个分支中，你选择了咖啡；在另一个分支中，你选择了茶。两个你都是真实的，只是存在于不同的宇宙分支中。如果多世界诠释是正确的，那么所有可能的你都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而是同时并存。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多重自我的图景，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所有可能的版本都存在，那么哪一个是我？如果我选择了茶，另一个选择了咖啡的我，还是我吗？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了自我认同的核心，而庞加莱回归告诉我们，至少在宏观世界中，那些极端不可能的状态，比如你选择了茶而不是咖啡，虽然概率极低，但在无限的时间中，它们必然会重复出现无数次。这意味着你所有的选择，
所有的人生轨迹都将在某个时刻再次发生。这不是轮回，而是永恒的重复。这个图景是震撼的，但它也是混乱的。让我们暂时从物理学的深渊中浮出来，看看这些想法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当我在深夜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窗外的城市正在沉睡，远处的灯光零星闪烁，像是一个个沉睡的意识。街道上没有行人，只有偶尔驶过的汽车，带着微弱的轰鸣声消失在地平线上。这个场景安静而深邃，但在某个遥远的时间点，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时间点，这个场景将会完全相同的重现。不是相似，是完全相同。每一个光子，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微小的扰动，都将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再次发生。而你，我亲爱的听众，也将在那个时刻再次听到这些声音，再次感受这些感受。这不是预言，也不是占卜，这只是数学告诉我们的事实。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分需要说明：庞加莱回归中的回归，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轮回。它不是灵魂从一个身体转移到另一个身体，不是前世和来世的连接，而是同一个物质系统在时空中无限次地回到相同的状态。你的身体还是同一个身体，你的大脑还是同一个大脑，只是时间向后跳了巨大的跨度，而状态重新出现。这带来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庞加莱回归是真的，那么我的第一次生命和我的第二次生命之间间隔的那段漫长的时间到底算是什么？在那个间隔中，我在哪里？这是一个连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没有完整答案的问题。也许在那段间隔中，你不存在，就像在睡眠中意识消失一样。也许意识只是在物质状态达到特定配置时才会出现，而在那之后又会消失，等待下一个配置的到来。这让我们思考意识的本质。什么是意识？它是大脑的产物，还是某种独立于物质的存在？唯物主义者认为，意识完全来自大脑的物理活动，而二元论者则认为意识是某种非物质的存在，与物质相互作用。而庞加莱回归对这两种观点都提出了挑战。对于唯物主义者，如果意识完全来自物质状态，那么当物质状态重现时，意识应该也会重现。这意味着我会在万亿年后再次出现。对于二元论者，意识如果是独立的，那么它和物质状态的关系是什么？在状态重现的间隔中，意识在哪里？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让我们看到，轮回的观念不只是一个宗教或灵性的概念，它触及了存在最深处的谜团。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轮回信念在人类文化中的普遍性。从印度次大陆的婆罗门教和佛教，到古埃及的法老们对来世的精心准备，从古希腊的俄尔甫斯教派到美洲原住民部落的灵魂观，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都发展出了某种形式的轮回信仰。这种普遍性是惊人的。如果轮回只是人类的幻想，为什么它会在如此多样、如此独立的文化中同时出现？一种解释是，轮回是原始人类面对死亡恐惧时的心理防御机制。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终将死去的时候，
他们需要一个故事来安慰自己，这不是终点，你还会再来。这种心理需求创造了轮回的神话，并通过文化传承了下来。但另一种解释是，轮回信念反映了某些真实的宇宙特征，只是人类在缺乏科学工具的情况下，用神话和隐喻来表达它们。也许轮回不是心理幻觉，而是宇宙深层结构的某种投射。庞加莱回归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性，轮回信念也许是我们大脑中某些先天的认知模式的产物。也许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某种倾向去感知时间中的循环，就像我们天生会识别面孔、感知深度一样。这种认知倾向可能让轮回的观念在所有文化中都容易产生和传播。这被称为进化心理学的视角。他认为我们的心理机制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生存和繁衍。而时间循环的感知，也许在某种原始的意义上是适应性的。它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的事件，记住过去的行为，形成对世界的连贯理解。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悖论：如果轮回信念是进化的产物，是为了帮助我们生存，那么它应该关注的是当下如何在这个世界中更好地活下去。但轮回信念恰恰把我们引向超越当下的视野，前世、来世、永恒的循环。这种超越性到底是进化的副产品，还是某种更深的真相的信号？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它让我们看到，轮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触及了我们对时间、自我、存在和意义的理解。现在，让我们回到庞加莱回归，看看它对时间旅行和自由意志的影响。如果系统会回到初始状态，那么我们的选择是否也是确定的？如果宇宙的初始状态决定了它将永远以相同的方式重复，那么我们的每一个决定是否都已经在万亿年前被决定了？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争论，决定论 vs 自由意志。决定论认为，宇宙中的每一个事件，包括人类的每一个思想和行为，都是由之前的状态通过物理定律决定的。自由意志论认为，人类能够做出不受因果链束缚的真正选择。庞加莱回归似乎支持了决定论的观点。如果宇宙是有限的，物质是有限的，那么状态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无限的时间中，这些有限的状态必然会重复。而如果状态重复，选择也就会重复。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选择不是自由的，它们只是在重复无限次中的一次。但这真的是自由的丧失吗？也许不是。也许真正的自由不是能够做出不同的选择，而是能够做出选择本身。如果你的选择在万亿年后以相同的方式再次做出，但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你来说，这个选择仍然是真实的、自由的。柏拉图曾经讲述过一个关于囚徒的寓言，囚徒们被锁在洞穴里，只能看到墙上的影子，他们把这些影子当作现实。但如果有一天，一个囚徒走出了洞穴，看到了真正的太阳，他回到洞穴后，会试图告诉其他囚徒，影子之外还有更真实的世界。但他的同伴会相信他吗？庞加莱回归也许就是这样一种走出洞穴的体验。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以为是线性的、不可逆的时间，实际上可能是循环的、
重复的。这种认知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也许它并不会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我们仍然会爱，会恨，会笑，会哭，会做出选择。尽管这些选择可能是无限次重复的一部分，这也许是一种安慰。在无限的时间中，你所有的幸福都会再次降临，你所有的痛苦也都会再次来临。没有永恒的失去，也没有永恒的获得，一切都会再来。这让人想起佛教的一个核心概念：无常。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佛教也说，无常即是空，空即是无限的可能性。庞加莱回归中的无限重复，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无常。它是变化的，又是重复的，是无常的，又是永恒的。在佛教中，轮回的终结是涅槃，从生死循环中解脱。但如果轮回是必然的物理规律，那么涅槃是否可能？这是一个悖论。但也许这个悖论本身就是真相的一部分。让我们现在从宇宙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20世纪初，哈勃望远镜发现，遥远的星系正在远离我们，这意味着宇宙在膨胀。如果这个过程倒过来，宇宙曾经是致密的、炽热的，这就是大爆炸理论的基础。但大爆炸不是宇宙的开始，而是我们可观测宇宙的开始。在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物理学家们不知道。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前宇宙。而庞加莱回归告诉我们，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包括所有的星系、恒星、行星、生命将会重复出现。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大爆炸本身是否会重复。也许我们的宇宙只是无限个宇宙中的一个，每个宇宙都在经历膨胀、收缩，然后以大爆炸的形式重生。如果是这样，那么轮回就不只是在个体层面，而是在宇宙层面。每一个宇宙都会在永恒的时间中无限次的诞生、演化、消亡、重生。这种图景让人感到渺小，但也让人感到某种奇特的安慰。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的痛苦和幸福都不是永恒的，它们都在循环，都在重复，都在回归。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庞加莱回归面前感到某种难以言说的共鸣。不是因为它证明了轮回，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存在的新方式，一种超越宗教和科学的框架，把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希望都放在了更广阔的背景下。让我们现在来谈谈既视感和轮回之间的关系。既视感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当它发生的时候，你会突然确信眼前的场景曾经在某个时刻发生过，也许是前世，也许是某个遥远的梦境，但这种感觉往往转瞬即逝，事后你很难回忆起任何具体的细节。神经科学家对既视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它是大脑处理信息的错误，大脑错误地将新的信息标记为旧的记忆。有人认为它是左右大脑处理速度不同步造成的右脑处理速度快于左脑，导致了对熟悉感的错误解读。但这些解释都不能完全解释既视感为什么普遍存在，而且为什么它往往伴随着某种情感上的深度，不是简单的熟悉，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
庞加莱回归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如果我们的意识状态会无限次重现，那么既视感也许是一种预测。我们的大脑在某种程度上感知到了自己即将重复的某个状态。当这种预测信号错误地进入意识层面时，就产生了曾经经历过的感觉。这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前世记忆，而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感。你的大脑在某个瞬间感知到了自己在万亿年后将会再次处于相同的状态，于是产生了短暂的知道的感觉。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但它展示了庞加莱回归不仅是一个物理学的定理，它还可以渗透到我们对主观体验的理解中。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量子纠缠和轮回之间的联系。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中最奇特的 phenomenon 之一。当两个粒子纠缠时，无论它们相距多远，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会立即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这种超距作用让爱因斯坦都感到不安，他称之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但无数的实验证明，量子纠缠是真实的。当我们测量一个粒子的自旋时，另一个粒子的自旋立即确定，即使它们相隔数千光年。这和轮回有什么关系？也许关系在于，量子纠缠暗示宇宙中的粒子不是独立的，而是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所有粒子都曾经是同一个源头，比如大爆炸时的起点，那么它们之间可能仍然保持着某种联系。在这种图景中，你的身体由无数粒子组成，这些粒子都曾经和宇宙中的其他粒子纠缠在一起。当这些粒子在你的身体中重新组合时，它们带来的不只是物质，还有某种信息，关于它们之前状态的信息。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是前世，而是粒子层面的记忆。他们记得自己曾经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处于什么状态。当这些状态在你的身体中重新出现时，你会有一种隐约的记得的感觉。当然，这仍然是推测，但它让我们看到，轮回的观念可以被纳入现代物理学的框架中，不是作为宗教的教条，而是作为可以被探索、被检验的假说。让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更私人的话题：轮回信念对我们生活的意义。如果庞加莱回归是真的，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它能改变我们对待生活的方式吗？也许它能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失去。在无限的时间中，你失去的一切都会再来。你爱过的人，你失去的机会，你犯下的错误，他们都会在某个时刻再次出现。这听起来可能让人感到不安，因为如果一切都会重复，那么努力的意义是什么？但也许恰恰相反，如果一切都会再来，那么每一个选择都变得更加重要。你会想，我愿意让这个选择重复无限次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也许就是轮回信念在心理上起作用的方式。它不是让人逃避现实，而是让人更加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因为在轮回的图景中，每一个选择都会被无限次地重复。佛教中有一种修行的方法，叫做念死。修行者被教导要反复思考自己终将死亡的事实，以减少对世间事物的执着。如果庞加莱回归是正确的，
也许我们可以进行一种念重复的修行，反复思考自己将要无限次重复这个人生的事实。这种思考会带来什么？也许它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当你知道这个时刻将会无限次重复时，你会更仔细地感受它，品味它。你不会急着向前，而是会驻足停留，深深地呼吸。也许这就是庞加莱回归的真正意义，不是关于来世，不是关于前世，而是关于我们如何活在当下。如果这个当下将会重复无限次，那么它就变成了永恒，不是时间的无限延伸，而是深度的无限深化。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科学和灵性之间的关系。庞加莱回归是科学，不是玄学，它是通过数学证明的，它符合物理学的逻辑，它已经被实验所验证，但它也引发了一些深刻的哲学问题，关于自我、时间和存在的最深层问题。这让我们看到，科学和灵性不是对立的，科学提供工具和方法来理解世界，而灵性提供意义和方向来指引人生。它们可以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一个只相信科学的人，可能会对庞加莱回归感到不安，因为它指向了一些超出科学范畴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自我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只相信灵性的人，可能会把庞加莱回归当作轮回的证明，忽略它的物理基础和数学性质。但也许真正成熟的理解是同时容纳两者。我们可以欣赏庞加莱回归的科学之美，同时探索它的灵性意蕴。我们可以接受它提供的宇宙图景，同时保持对它局限的认识。这不是妥协，而是整合。科学和灵性都是人类理解存在的尝试，它们应该手拉手，而不是对立。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庞加莱回归对于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意味着什么？当一个人死去，相信轮回的人会安慰自己说，他们还会再来。这是真的吗？从庞加莱回归的角度看，也许是的。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他们的粒子状态将会以某种方式重新组合，再次出现相似的意识。但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再来，他们不会有前世记忆，不会有和我们一样的自我延续，他们只是会以某种方式再次成为活着的存在，再次感受、爱、思考。这让人感到悲伤，但也让人感到安慰。悲伤是因为我们的亲人确实离开了，他们不再以我们记得的方式存在。安慰是因为死亡不是终点，在永恒的时间中，生命的可能性会无限次的实现。也许这就是轮回的真正意义，不是某个灵魂的永恒存在，而是生命本身的可能性在时间中的无限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轮回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宇宙的粒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组合、分解、再组合。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庞加莱回归告诉我们，在一个有限的封闭系统中，任何状态都会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重复。这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感受、每一个选择，都将在某个时刻再次发生。这个结论是惊人的，也是深刻的。它不是轮回的宗教版本，而是一个冷酷的数学推论，但它触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
关于存在，关于时间，关于自我。轮回的信念在人类文化中几乎无处不在。也许这不是巧合，也许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有某种感知时间循环的能力，因为宇宙本身就包含着循环的本质。庞加莱回归不是对轮回的证明，但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这个古老的问题。它让我们看到，轮回也许不是超自然的，而是宇宙规律的一部分。在无限的时间中，你将会再次醒来，再次阅读这些文字，再次感受这些感受。这不是预言，而是数学；不是信仰，而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失去希望或停止努力。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选择将会重复无限次，那么我们就会更加谨慎，更加深思熟虑，更加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当下。也许这就是庞加莱回归的真正教诲，在每一刻中活出永恒，在每一个选择中看到无限，在每一次呼吸中感受到宇宙的浩瀚和时间的深邃。当你今晚闭上眼睛，当你慢慢沉入梦乡，请记住这一点：你不是孤立的、短暂的、偶然的存在，你是宇宙的一部分，是时间的一部分，是无限重复中的一部分。你的痛苦不会永存，你的幸福也不会消失，一切都在循环，一切都在回归。这不是安慰，而是事实。在宇宙的某个角落，也许是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地方，也许是1万亿年之后，也许是1万亿光年之外，你将以完全相同的状态再次睁开眼睛，再次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光和影，再次爱，再一次梦想，再次思考。这也许就是轮回最深的含义，不是灵魂的永生，而是可能性的永恒。在时间的深处，我们都在轮回，我们都在回归，我们都是宇宙故事的无限次重复。而今夜，当你慢慢进入梦乡，让这个想法陪伴你，你将会在永恒中再次醒来，再一次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无论那是什么时候，无论那是在多久之后，你都会在这里。而这一次，你知道了，这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深邃真理，也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温柔承诺。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你将会遇到你自己的无数次，带着同样的好奇，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恐惧，同样的希望。这不是终点，而是永恒循环中的一个节点。睡吧，让庞加莱回归的思想像星光一样照亮你的梦。在1万亿年的某个时刻，你将会再次读到这些文字，再次感受到同样的安宁。而在那之前，好好休息，因为时间还在继续，宇宙还在运转，而你将在某个遥远的时刻再次出现。也许这就是我们相信轮回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某个神秘的灵魂，而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和意识本来就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宇宙从不停止循环。晚安，在无限的时间中，我们终将再见。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个更温暖的结尾。如果庞加莱回归是真的，那么来世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一个确定的未来。只是那个未来太远了，远到我们无法想象，但它存在着，就像黑夜中遥远的星星，虽然我们永远到不了它，但它仍然在发光。
这个图景也许并不让人感到安慰，它太冷了，太机械了，太没有温度，但它让我们看到，在宇宙的尺度上，没有什么是真正失去的，一切都在循环，一切都在转化，一切都在回归。当我们想到逝去的亲人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他们的粒子还在，他们的信息还在，他们存在过的痕迹还在。在某个遥远的时刻，当宇宙的状态重新达到某个特定的配置，他们将会再次出现，也许不是以我们认识的方式，但仍然是真实的。这不是永别，这是等待，等待宇宙的漫长周期，等待状态的再次组合，等待那个他们将再次醒来的时刻。而在那之前，我们可以安心，因为我们知道时间不会让任何东西真正消失，它只是把它们储存起来，等待着它们的回归。也许这就是轮回的终极意义，不是关于灵魂，而是关于可能性。在无限的时间中，所有可能的事情都会发生，包括我们爱的人的再次出现，包括我们的梦想的再次实现，包括我们曾经的每一个选择的再次发生。这不是奇迹，而是必然。让庞加莱回归告诉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没有什么会真正结束。我们都在轮回，都在回归，都在等待那个遥远的、确定的、必然的再次。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一个无限循环中的开始。睡吧，让这个想法陪伴你，你将会再次醒来。而当你醒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仍然在这里，带着它的光明和阴影，带着它的欢乐和悲伤，带着它的无限可能性，而你将再次成为这无限循环的一部分。在万亿年的某个时刻，我们将会再次相遇，而那时你会记得今夜，记得这个想法，记得这份宁静，记得这个关于轮回的深刻真理。而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切的结束都是新的开始，一切的离开都是为了回来，一切的消逝都是为了重现。这就是庞加莱回归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相信轮回的真正原因。晚安。